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一台宝马撞了我的小面包车，宝马车主下车就骂我。我说明明是你全责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他拿出200块砸我脸上，说你这种穷鬼，老子就是把你撞死了都赔得起。没错，我的车是不值钱。他殊不知我车里装了56瓶限定茅台酒，价值1000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要不是因为这些茅台，我也不会出车祸。刚才宝马车掉头，我直行，按道理他是要让我的，我也不敢急刹车，怕把车里的酒磕坏了。谁知道他蛮横，直接一脚油门，想我让步急刹车，导致我俩撞上了。我的酒碎了大半，车里全是酒水，我的腿也好痛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断了。因为面包车前面是没有保护的，出事故很容易断腿。我女儿都吓哭了，她一直坐在副驾驶，看见我满脸痛苦，她担忧地问我：爸爸，你怎么了啊？我没法回答女儿，因为宝马车主想走。我听见引擎声启动，急忙追出去。一出去，我的腿就站不稳，疼得差点跪在地上。我忍痛爬起身，一瘸一拐追到宝马车旁，敲开他的车窗。他看了看我的腿，不耐烦地说：你现在想装瘸子是吗？我问：你为什么不叫保险？难道你喝酒了？他不耐烦地说：我没喝酒，我干嘛叫保险？我只买了交强险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确实有很多人只买交强险，谁知道给我遇上了。我看了看这台宝马，是 X1，20多万才买得起的车，难怪他这么横。我说：你把我车撞了，你要赔钱。宝马车主愣了一下，估计没想到我比其腿会先说嚯，他破口大骂：我还没算我的损失呢，你知不知道我车灯都撞坏了，修的话要8000多，你这人有病，看见宝马都不知道让路。我说：我直行，我凭什么给你让路？你必须赔钱。他冷笑：你那台50宏光能要几个钱？200块够你修了，你现在想假装断了腿，跟我讹人是吧？我说腿不重要，我车上的货值钱。宝马车副驾驶坐了个女人，那女的问我面包车上有什么，我诚实地说56瓶限定茅台。这女的惊呼一句卧槽，然后不耐烦地跟宝马车主说：走啊，遇上脑残了，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宝马车主瞥了我一眼，竟然直接关上车窗，踩下了油门。那对我的态度就仿佛我是一个讹人的垃圾，他一句话都不想和垃圾纠缠的样子。我赶紧躺在了宝马车前面，我的腿好痛，可我要是让他走了，我怎么跟客户交代？1000多万的酒啊，哪怕把我全家卖了，我也赔不起啊。宝马车主见我躺在前面，他还是没下车，摇下车窗，不耐烦地跟我说：你信不信我撞死你？我说：你撞坏了我的东西，你要赔钱，我赔你吗？他直接拿起一个矿泉水瓶砸在了我的头上。我女儿诺诺吓坏了，赶紧从面包车上下来，扑到我的身边。她揉着我的头，质问宝马车主：你为什么打人？宝马车主不耐烦地说：父女俩一起来讹人了是吧？我捂着头给客户打了个电话，电话打通后，我满是歉意地说：老板，你让我晕的酒坏了，我和别人撞车了。电话那边问：兄弟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说：主要是酒全坏了，对方全责，但他不肯赔钱。客户只是嗯了一声，然后说：发个位置，我带人过去，他会赔的。客户轻描淡写的一句他会赔的，却让我倒吸凉气。
我知道客户绝对是个狠人。为什么我的茅台在运输过程中没有里3层外3层包好？因为这批茅台是客户今天团建吃饭，他们喝高兴了酒不够，临时让我赶紧运过去的，就怕赶不上宴席。诺诺是个乖孩子，他明明有中考压力，也要放下作业陪我一起搬。他说心疼爸爸总是腰疼，想出一份力。众所皆知，买茅台的不代表有实力，喝茅台的才是狠人。客户就是随手打开56瓶整套民族限定茅台的大狠人。副驾驶的女人憋不住了，她从车上下来，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。我以为她要看我车上的火，谁知道她竟然举起包包，狠狠砸在了我的脸上。包上的铁链砸中我的脸，我疼得捂着脸，她却大骂：你还觉得委屈吗？该委屈的是我们吧？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让啊？我这是宝马啊！我没还手，因为还手就是互殴，我还要养家，我女儿马上要读高中了，我不能进警察局。人穷到了一定地步，被人打想还手，都要先想想家里的柴米油盐。可诺诺不一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懂成年人的世界。他狠狠推了女人一把，哭着说：不许打我爸爸！我急忙护住了诺诺，而这女人大骂：我就要打你爸这个老王八！你在说话，我连你这小王八也打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跟你爸一起出来讹人了！我着急地说：明明是你们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哪有直行车让掉头车的道理？女人气得大骂：交通规则有做人的规则重要吗？开个小面包车，看见宝马都不知道让。你爹妈没教过你别去招惹你惹不起的人吗？你要我赔钱是吧？好，我赔你。他打开包包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叠钱，丢在了地上。他说：拿了钱就滚！我最烦你这种心术不正的穷鬼，看我家开的是豪车，就像条赖皮狗一样扑上来讹人。宝马车主也把身子探出车窗，对我说：去医院别治腿了，先治治你的脑子吧。诺诺气疯了，他说：你们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开个20万的入门级宝马，就敢在大街上欺负人？你们明明也是穷人，只是看我们更穷，就想欺负我们。刹那间，那2个人都愣住了。那女的问：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诺诺说：你们连保险都舍不得买，还在这里装大老板。你们攒点钱买了台车，就迫不及待背叛穷人阶级。只见女人的脸急剧扭曲，她指着诺诺说：果然是讹人的，连我们家的车多少钱都知道。14、15岁的小孩不可能知道宝马多少钱一台，就是他爸教的。他们一家都是讹人的。诺诺气地说：我每天都帮我爸爸运货，我当然知道我家不是讹人的，但你家是真的在装阔。你就是个有了点小钱，赶紧踩穷人几脚的老女人。我从来不知道诺诺吵架这么厉害，她在我身边一直都是乖巧女儿的形象。诺诺拿出手机，气呼呼地说：你们欺负人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忽然，宝马车主从车上下来了，他一下车就朝着我们跑了过来。我本能预感到不好，连忙大叫：诺诺，快跑！我想去护住诺诺，但是我的腿好疼。宝马车主竟然助跑跳了起来，100多斤的大男人狠狠飞踹在了诺诺的脸上，诺诺被踹得摔倒在地，手中的手机也掉了出去，他呜哇吐出了一大口血。诺诺捂住嘴，呆呆地看着地上的血。这一刻，我的心都要被撕裂了。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那么懂事的孩子，我自己从来都不舍得骂她一句。
宝马车主破口大骂：老子有小钱也比你有钱，20多万的车子，你家一辈子都买不起，还敢扯什么入门级宝马？老子踹烂你这张破嘴！我气急攻心，顾不上腿的疼痛，朝着他扑过去，狠狠一拳砸在了他的肚子上。可紧接着，我却和他一起摔倒了，我怎么都站不稳。我回头一看，才发现我的腿都扭曲了，原来刚才真的被撞断了。诺诺也注意到了我的腿，他扑到我身边，哭着说：爸爸，我叫救护车。我忍着痛说：先等客户来，这笔单子我们赔不起。宝马车主蹲下捂着肚子，他骂了句脏话，想还手打回来。那女人赶紧说：老公，他的腿好像真断了，你快看，现在不是他到底有没有讹人的事。宝马车主咬牙说：现在是他女儿没教养，我本来还想赔点钱就算了，是你们自己非要惹我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自己到底惹了什么人。小贱货，你说我的车是入门级对吧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，买得起宝马的人随手就能让你家破人亡。他拿出手机，指了指道路上的一个摄像头，他说：看见这个摄像头了吗？我心疼地捧着诺诺的小脸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我现在只恨自己腿断了，没能狠狠打回去。哪怕我再穷再苦，我也看不得别人欺负我的孩子。宝马车主继续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市部门的道路监控，这是我们村里村委会的监控，你们等着哈。他打通了电话，然后说：喂，老舅，你不是在村委会有认识的人吗？你看看能不能找人动一下监控，把监控删了。就村里新华路这边。女人顿时一乐，扑到宝马车主身边，狠狠亲了一下他的脸。女人开心地说：老公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宝马车主搂着老婆，他打完电话，得意洋洋地跟我说：监控已经被删了，你们说车是我撞的，证据呢？诺诺捂着嘴，气愤道：你这是犯法的，这不公道。小姑娘，你读书读傻了吧？那女人冷笑：我告诉你，找个不怕开除的临时工，给他塞几百块钱和一包烟，就可以让你家讨不了公道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为什么你家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呢？哦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家就一台破面包车，怎么可能装行车记录仪？宝马车主冷冷地说：这就是你惹怒有钱人的代价。诺诺着急地说：明明是你们欺负人，是你们把我家运的茅台都撞坏了。宝马车主冷笑道：还在说茅台的事啊？行，让我瞧瞧。他走到面包车旁，往里面看了看，突然他笑了。他说：老婆，你快来看，笑死我了。那女人凑到宝马车主旁边，看过之后也是笑了。她笑得肚子痛，捂着肚子说：哎呀，这年头讹人都不学点专业知识吗？宝马车主冷冷地说：我看你家还是卖假酒的吧。小妹妹，给你提个醒，如果这些真是茅台，能这么随便运吗？我买过茅台，人家那真货是包得严严实实，就怕不小心磕坏了。你家学着点吧。女人不耐烦地说：老公，别和他们废话了，我们走。我一听他们要走，顿时急坏了，只能忍痛爬向宝马车，趴在了车头上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走。现在监控画面都被删了，如果他们走了的话，那这笔账就真的说不清了。这车子必须保证原位不动，等警察来划分事故责任。我着急地说：诺诺，快报警。诺诺赶紧捡起手机，他情急之下竟然爬到了车底下躺着，打电话报警。宝马车主气疯了，他一把抓住诺诺的腿往外拖，
大骂道：“你是真想死啊！”诺诺穿着短裤，他被粗暴地拖出来，两条腿被水泥地磨得鲜血淋漓，可他还是扑到车边，抱住了车轮胎，哭着说：“你们不能走，你们要是走了，事情就赖在我爸爸身上了。我爸爸工作这么辛苦，他又没错，凭什么让他赔？”我看着处处维护我的女儿，心里无比割裂的痛，都是因为爸爸没出息，才会让他受这么多的委屈。就在这时，我电话响了，我一看电话是客户打来的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那边传来客户的声音：“我马上到了。”他们谈好赔偿了吗？我终于憋不住了，崩溃地说：“赔偿个屁啊！为了你这单子，我和我女儿差点被打死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”客户愣了2秒，他说：“知道了，我3分钟内就到。”我挂了电话。宝马车主小声跟自己老婆说：“他好像叫人了。”那可不行，那他不就有人证了吗？我们赶紧走。女人急了，走到诺诺的身边，抓住了他的头发，使劲扯，破口大骂：“快滚啊！今天遇到你们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”诺诺被扯着痛叫，他哭着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我们只是想讨回自己的钱，我们却要这么丢脸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儿。我们虽然穷，可我总是告诉她，做人要有骨气，讲道理，读书可以改变命运，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好。我总是努力去教会女儿公正、奋斗，可今天的事情却狠狠击碎了她单纯的世界。我一点也不想让她看见这样的世界。我急得伸出手，一拳砸在女人的胳膊上，大吼：“放开我女儿！”女人发出了惨叫，场面一下乱了。宝马车主看见我动手，他气得骂道：“你敢打我老婆！”他突然过来抓住我的腿，而且他抓住的是我断了的那条腿，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惨叫出声。诺诺一下慌了，他急忙松开车轮，连滚带爬朝我扑来，急得大喊：“爸爸，你快放了我爸爸！”我想还手，可断了一条腿让我没法还手。宝马车主趁着我行动不便，他绕到我后面，狠狠踹我的后脑勺。我觉得头好昏，忍不住吐了起来。宝马车主抓着我头发，当着诺诺的面怒骂道：“你敢打我老婆，我就打死你们这对小王八和老王八！”他抬起手，狠狠抽我巴掌。我慌乱的想抵抗，可是我使不上力，我腿很痛，头很昏。诺诺哭着来抓住他的胳膊，狠狠一口咬了上去。那女人也急了，同样大吼一声：“你别动我老公！”她脱下高跟鞋，一下又一下砸在诺诺的脸上。我看着女儿那张乖巧的小脸被砸得鲜血淋漓，我的心好痛。我恨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被撞断了腿。如果我的腿没断，我拼死拼活也要把他们2个给杀了。然而起杀心的不只是我。诺诺看着我被打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了美工刀，朝着宝马车主扑了过去。我吓坏了，我明明自己起了杀心，可当看见女儿握住刀的那一刻，我满脑子都是担忧她的人生。我急忙抓住诺诺，激动地说：“不要乱来！”诺诺急得大哭：“爸爸，你让我捅死他们吧，反正我是未成年。”我紧紧抱着女儿，着急地说：“不要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，不要为了人渣搭上你的人生。”宝马车主先是被美工刀吓了一跳，等回过神来，他怒骂：“你才是人渣！你个老王八，还有脸说我？小王八还敢动刀子，老子弄死你！”他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抽向了诺诺。我夺过美工刀，应了上去，锋利的刀刃穿透了宝马车主的手掌。他呆呆看着自己的手掌，
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，而我握着美工刀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终于抓到你了！”我使劲一扯，宝马车主惨叫着摔在了我的身边。刚才他仗着我的腿断了，一直绕到我的身后攻击我，而现在我终于抓住了。那女人一看急了，连忙说：“你别乱来，我们打你，我们赔得起。你要是敢动我老公，你赔得起吗？”我喘着气，呆呆看了诺诺一眼，他流着泪，小脸上都是伤，鲜血淋漓。我落泪了，我说话都在呜咽，以往多少苦，我都忍下来了，我从来没抱怨过。我坚信勤劳可以改善我和我女儿的生活，只有这一次，我扛不住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，我哭着说：“诺诺，爸爸爱你，爸爸想为了你忍下来，可今天不能忍了。要是在这里被折断了几两骨，你这辈子怎么走得完？”我紧抓着穿透了宝马车主手掌的美工刀，握紧拳头，狠狠一拳砸断了他的鼻子，鼻血喷涌而出。宝马车主发出痛彻心扉的惨叫，我却没有停，我一拳又一拳砸在他这张自以为是的脸上。我顾不上自己的拳头疼不疼，我只看得见他的鼻子被我打变形，他的门牙被我打落，他的眼睛被我打充血。我对他怒吼：“你有什么牛逼的？你有钱关我什么事？我不打你，只是不想为了你这个烂人毁掉我的人生，大不了就是一命换一命。你到底有什么牛逼的？”他想还手，虚弱地抬起另一只手朝我打了过来。我抓住他的手，狠狠一掰，他的手指扭曲变形，他再次惨叫，而我一根一根掰断了他的每根手指。女人吓坏了，赶紧冲上来，又用那薄薄的铁链砸我。我松开她老公，一把抓住了铁链，然后抓住她的头发，狠狠一扯，她吓得叫了一声，然后摔倒在地。我拿起铁链，狠狠抽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顿时出现一条血痕伤口，她痛得捂住脸，哭着大叫：“你敢动我，你完了，你这辈子废了。”我喘着气说：“也许我会被废掉，但是你们没有这辈子了。”我用铁链勒住了女人的脖子，她痛苦的挣扎，双腿不断扑腾，翻着白眼。在这种痛苦下，她竟然还被吓尿了，那丑陋的姿态令人恶心。我满是歉意地和诺诺说：“抱歉啊，让你看到了软弱的爸爸。以前爸爸教你的，有些地方对，有些地方不对。你要记住，我们就算穷，也不能让别人伤害自己的家人。”诺诺哭着说：“爸爸，今天爸爸既然动手了，就不能让他们活着。”我吸了吸鼻子，呢喃道：“我们承受不起他们报复的。乖女儿，永远记住，不要轻易发怒，但只要怒了，一定要让人付出代价。如果代价不够狠，那再也不会有人害怕你的愤怒，以后你就没有爸爸了，但是爸爸永远爱你。”我握起刀，狠狠朝着宝马车主的脖子捅了下去。穷人唯一能拼的就是换了这条命，我一个人死，换他们2个人死。不要轻易发怒，这段话说得很对。一道声音忽然响起，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抬起头，只见客户已经站在我的身边，我才发现我旁边不知何时多了台奔驰商务车。客户抓住我的手，让我松开了宝马车主和那女的。宝马车主吓得大哭了起来，而那女的也是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怕得浑身发抖。他们也会怕。果然，这2个都是欺软怕硬的家伙。客户身上都是酒味，客客气气地和我说：“兄弟，扛不住了就早点认怂，一顿饭钱而已。你要是真丢了命，我心里怎么过得去？”我看他终于赶到了，崩溃地说：“老板，你一顿饭钱
我的命都赔不起。他们把监控都给毁了，要是让他们跑了，我怎么交代啊？我还不如跟他们一命换两命。他哈哈大笑，监控都毁了啊？意思是不管我做啥，别人都看不到喽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客户蹲下身，伸手拍了拍宝马车主的脸，就是你把我的酒撞了。宝马车主看了看奔驰商务车，他吞了口唾沫，说：这位老总，我没懂你的意思，你是说那些酒是真的吗？客户挥了挥手，奔驰商务车里顿时有司机下车了，跑去面包车那盘点。忽然，我听见酒瓶破碎的声音，竟然是司机在车里拿起酒瓶，一个又一个砸碎。最后，那司机回来了，跟客户说56瓶全碎了。怎么可能？女人着急地说：哪有全碎？分明是你砸碎的。客户冷冷地说：我的人说全碎了，那就是全碎了。女人激动地说：你们这是欺负人。客户笑了：你们不也是欺负人吗？你觉得他比你弱，你可以欺负他。我觉得你们比我弱，我也可以欺负你们。客户捏着宝马车主的脸，笑呵呵地说：1009万，我发票都在呢，你准备怎么赔我？宝马车主吞了口唾沫：哥，你别开玩笑，我要还房贷车贷，哪来1000多万赔你啊？我就是卖房卖车也赔不起啊，而且这笔账我不能认啊，好多都是你们自己砸的。客户点点头：你一定会认这笔账，你也一定会掏钱。那女人吓懵了，刚才还死活不愿意报警的她，连忙拿出手机说：你们欺负人，我报警了。客户哈哈大笑：你只管报警，你甚至也可以不赔钱。客户的司机冷冷紧接着说：但是你们以后出门可要小心一点了。你们家在前进路19号，对吧？宝马夫妇傻眼了，我也是听懵了。客户来到这里才多久时间？顶多就是看了看对方的车牌，竟然这么快就把宝马夫妇的身份信息查出来了。宝马车主害怕地说：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有事好好说，我们万事好商量，对付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手段。客户说：既然你们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，那你刚才是怎么欺负人的呢？宝马车主急了：这位老板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出头啊？他只是一个送货的啊。说实话，我也想不明白客户为什么要帮我出头，他现在的行为很明显是在帮我。客户问道：你先说，你为什么欺负他？你说实话。宝马车主小声说：因为他是个开小面包车的穷鬼，我开宝马，他还不知道让我就生气了。哥，我知道错了。客户认真地说：在我眼里你也是个穷鬼，你害我吃饭不开心，你毁了他，就跟杀只鸡一样简单。我毁了你，恐怕比捏死蚂蚁还简单。司机冷声说：我们老总今天请兄弟们吃饭，说好了要拿56瓶茅台出来，你害我们老总丢了面子。既然你觉得有钱人可以欺负穷人，那就别怪我们老总欺负你了。客户点头说：跟我回公司，我需要在兄弟们面前找回面子。司机一把抓住宝马车主的脖子，将他拖上了车。那女人害怕得直发抖，司机做了个请的动作。女人小声说：我不想上车。突然，司机直接抬起脚，狠狠踹在了女人的腰上，她摔进车里，痛苦哀嚎。当司机把车门关上，宝马夫妇疯狂扒拉着车窗，想要逃出来。我不知道车里还有没有别人，因为宝马夫妇很快就安静了，看里面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客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行啊，兄弟，腿都被撞断了，
还要帮我拦着人。我让人送你去医院。他和司机坐上车走了。我和诺诺都还没反应过来，这一切都太突然了。那嚣张跋扈的宝马夫妇就这么被带走了。很快就有人过来打扫现场，又是开走了那台宝马，又是送我们去医院。我们被送到了私人医院，据说是客户开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根本就没让我出医药费。当我和诺诺被医生处理好，我需要住院，但是诺诺不用。在我住院1个星期后，客户的司机来探望我们，他拿了2万块钱放在我们床头，说这是我们老总给你的一点心意。我急忙说无功不受禄，这么多钱我怎么敢拿啊？司机笑着说，别人给你你就拿着，老总很欣赏你，说你这人靠得住，等你病好了可以来我们公司上班送货，工钱和你以前的收入差不多，但是有5险1金，周末双休陪孩子。我小声说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他让我放宽心，又和诺诺说，小姑娘很了不起，好好读书，以后大学毕业了来我们公司上班。诺诺问，叔叔，欺负我们的那2个人怎么样了？我担忧地说，不会是死了吧？司机哈哈大笑，怎么可能啊，我们是正规公司，等你痊愈了我带你去看看。我怀着疑惑的心熬了整整3个月才出院。客户人真的很好，让我免费住在病房里，还把我当职工，给我发生病补贴。他说伤筋动骨100天，非要我躺够100天才能出院。医院也不急，反正这是老总自己的医院，我也不急，反正有住院补贴拿。我对客户满满都是感激。当我出院后，客户带我们去看了那对夫妻的处境，一瞧他们，我就傻眼了。这对夫妻完全没了当初盛气凌人的模样。他们跪在闹市区的人行天桥上，对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不断磕头。我只断了1条腿，可那男的却是截肢了2条腿，裤子的膝盖下只有空荡荡的布条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艰难跪着，不断磕头。而那女的少了2只手，用光溜溜的手腕捧着碗，和人们乞讨。我惊愕地说，你们弄残了他们，让他们在这要饭？诺诺也是看得吓坏了，他恳求着说，叔叔，我爸爸从你们这拿的补贴，我们会努力还给你们，求求你了，我爸爸不去你们公司上班好不好？客户淡然道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我干的。客户告诉我们，这夫妻俩本来有个小厂，日子还算是滋润，但是客户很不满意，他随便找了几个利益相关的合作方，让宝马车主夫妻的合作方不要续约。这种私人小厂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之间的一句口头承诺，不像正规公司每件事情都要签合同。他俩的工厂突然没客户了，累积的存货越来越多，合作方又突然全部反悔了，一大堆产品只能烂在仓库里，他们资金周转不上，欠了很多贷款和私人借贷。客户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让他们破产，永远不能翻身。他才不在乎1000多万能不能回来，对他而言只是一顿饭钱而已，他单纯看个乐子。谁知道这对夫妻想了个馊主意，他们竟然借了很多高利贷，然后想要偷渡跑路去国外。客户一直安排人监视他们的情况，在得知他们想偷渡后，马上就安排人报警了。结果这2个傻子在坐船的时候看见海警，竟然直接跳到了海里，想躲在船后面。这真的傻透了。这女的当时慌了神，吓得在水里抱着老公不松手，即使男的一直大吼让她放开，她也怕得不敢放。在他们的骚操作下，
没能避开偷渡船的螺旋桨，男的双腿立即被螺旋桨夹进去，这女的正好抱着老公呢，双手也被卷了进去。他们双双残疾，又被高利贷逼债，最后没了办法，债主们每天把他俩拖过来，让他们在这里磕头乞讨，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一天都不能停。按他们欠的债，恐怕是要磕头乞讨一辈子了。关键乞讨来的钱还不属于自己，马上要交给债主们。我看着不胜唏嘘，果然是恶有恶报。这时诺诺忽然动了，他走到了夫妻俩面前。这夫妻俩看见诺诺来了，都有些傻愣。诺诺冷冷地说：“怎么不磕头啊？你们债主难道没盯着吗？”夫妻俩的脸色顿时很难看，只能向诺诺磕头。诺诺冷笑，就犹如当初他们把钱丢地上一样。诺诺也拿出一些零钱丢在了地上，那女的弯腰去捡，结果诺诺突然一口口水吐在了他的脸上。诺诺冷笑说：“活该，这都是你们欺负我爸爸的报应。你们本来缺心眼，现在男的缺腿，女的缺手，还真是天残地缺凑了一对。”客户看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他说：“你这女儿似乎很小心眼啊。”我担忧地说：“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客户说：“没事，我很欣赏这种脾气。”以牙还牙，双倍奉还。他忽然拿出一个车钥匙递给我，我愣住了，因为这是宝马的车钥匙。客户说：“这台车可不是送给你的，我对你的恩赐只有5险1金。”我说：“已经超越大部分老板了，那这车钥匙是？”客户笑了笑：“借你一会儿。”他指了指天桥下面，我顿时看见了当初那台宝马。我感激地看了客户一眼，连忙对诺诺招了招手。客户笑着说：“看来你女儿随你。”我说：“我只是看不得别人欺负我的家人。”诺诺疑惑地跟我下了天桥。当看见那台宝马，诺诺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等我拿出车钥匙，他开心地坐上了副驾驶。我们坐在副驾驶上，一直按着喇叭，总算引起了天桥上那对夫妻的注意。他们回过头来，我摇下车窗，和诺诺一起坐在原属于他们的车里，对他们招了招手。这两人面如死灰，在短暂的沉默后，都是大哭了起来。女的捶胸顿足，竟然没能压抑住这强烈的反差，趴在天桥栏杆上，纵身一跃。我傻眼了，他一心寻思，但没能卷入车流。一辆车子紧急避险打方向盘，从他的双腿碾了过去。这下他是手脚都没了。男的就站在天桥上，大哭着惨叫。我呆呆地说：“完了完了，闯祸了。”诺诺说：“才没闯祸，是他自己跳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”诺诺抱住了我，认真地说：“爸爸，压倒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，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”我小声嗯了一句。诺诺靠在我怀里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车上的装饰。这一刻，就仿佛小时候他躺在我怀里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让你开上比这更好的车子。”我摸了摸诺诺的脑袋，温柔地说：“我不贪图荣华富贵，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了。我也不贪图荣华富贵。”诺诺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我只是再也不想有人欺负你了。”他也许是扛了好多天，终于又没忍住掉眼泪。他说：“我的爸爸明明比谁都勤劳，比谁都努力，我再也不要爸爸被人欺负。这个世界很坏，被欺负的总是脚踏实地的人。”我寻思着这件事情估计对诺诺的影响挺大，看来我要努力慢慢去开导他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温柔道：“好好读书，出人头地，找份好工作，
嫁个好老公。他说：我才不要，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。你那么辛苦，我以后要是嫁人了，谁来照顾你啊？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，就陪着爸爸。他紧紧抱着我的胳膊，我也鼻子一酸，差点落泪。我女儿都吓哭了。她一直坐在副驾驶，看见我满脸痛苦，她担忧地问我：爸爸，你怎么了啊？气氛沉默了。我继续说：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老师告家长了，所以现在故意说好听话跟我卖乖？气氛再次沉默了。他尴尬几秒，然后说：爸爸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他是真爱。我轻声说：回家和鸡毛掸子解释吧。爸，你从来不打我的，这次真的该打一打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